就是那个方向，因为是我们浙江的方向，是他们的故乡。是。他的一条短信让2位埋葬荒野的浙江士兵找到了回家的方向。我是孙春龙，一个打扫战场的人。2013年，湖南慈利志愿者去魁门关爬山，当地村民说，这里有一个叫九人坟的地方，埋葬了9位抗战士兵，都是打日本人死的。那个交战打的嘛，10几人那种，咱嘛跳菜的嘛，全部高人。那是少有人去的荒山，在一堆杂草下，志愿者找到了一个用碎石堆砌的坟堆，没有墓碑，没有名字。魁门关肘击战9位阵亡官兵，敬礼。1943年，日军为摧毁第6战区根据地，夺取洞庭湖粮仓，进犯常德，常德保卫战打响。位于湖南慈利的魁门关是常德西北方向的天然险隘，若魁门关失守，则日军可直插常德后方。驻守于此的是74军58师，官兵们借着有利地形击退日军的多次进攻。见久攻不下，日军派出增援部队包围魁门关。58师师长张灵甫也派出援兵，双方在魁门关附近的高地上展开混战。日军撤退后，乡亲们回到家里，不忍士兵曝尸荒野，便在山上一个山凹里掩埋了9名中国士兵，还在坟头堆了几块大石头。村里人口口相传，至今记得这个埋葬地。2017年，我们英魂回家项目组前往湖南慈利调研，见到了这个用石块堆砌的坟墓。他们这么远来到我们慈利，看，然后正望在我们这个地方，可能他们的亲人一直还在牵挂着他们，在期盼着他们回家。没想到这个时候，我还是挺心酸的，挺被动的。2022年深秋，在当地政府和志愿者的帮助下，我们开始了对9人坟发掘收敛工作，希望提取 DNA， 保存这些士兵的信息，为他们找家。一鞠躬。击败英魂，搬开墓石，锄头一下一下砸向地面，所有人都悬着一颗心。终于1个小时后，我们找到了第1具遗骸，接着是第2具、第3具。因为它这个是葬在一起的，每具挨得很近的，所以说然后这个土质是非常硬的，所以相对来说这个难度是非常大。3个头在一起，只有手，然后腿的话3具只有摆在一起，这一堆都是腿，分不清。9具遗骸堆叠着，在腿骨上能看到疑似被炮击的痕迹，在葬坑里，子弹、帽徽、皮带扣和银元相继被发现。第一次参与收敛的志愿者蹲在角落偷偷抹泪，太心酸了。看那个遗骸碎了的时候，自己亲手捧出来他们的遗骸，那真的是很心痛，这个感觉。他尽可能地捡起所有遗骸，但大多数已经粉碎，融进黄土。提取 DNA 鉴定样本，为每一个样本都编上号。看着整齐排列的9个编号，我突然感觉他们就像紧急集合、统一报数的9位士兵。我第一次见到这样整齐排列的编号，是在2015年缅甸新一军墓地旧址。我们在缅甸的猪圈、垃圾堆抢救性收敛了347具遗骸。复旦大学考古研究院对347具遗骸进行了鉴定。那时啊，我们将他们回家的希望寄托在 DNA 信息上，但一直未能如愿。早在1998年，美国便通过这项技术，成功确认了在越南战争中牺牲的中尉迈克尔·约瑟夫的身份。从此 DNA 技术便广泛运用于美国士兵遗骸的鉴定。我想终有一天，我们也能将这些编号变成一个一个的名字。在我们项目开展的数年间，国内通过 DNA 识人的技术得到快速发展，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寻找到合适的机会。直到一天深夜，我收到一条短信，他说他是浙江台州市公安局洛桥分局团员工作室的警官柯伟立，他的爷爷是抗战老兵，或许他能帮助爷爷的战友回到家乡。74军在淞沪战场组建，士兵们大多数是浙江人，交给浙江的警察来寻找，再合适不过。我们将9人坟的 DNA 样本寄往浙江。通过 DNA 鉴定寻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提取遗骸数据只是第一步，
接下来需要通过现有的数据库进行比对，确定与之匹配的 DNA 大致所在区域，然后挨个走访排查。送检的9份遗骸检测样本中，只有2份 DNA 数据较为完整，分别是005和008。仅仅过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005号就有了消息，目标指向兰溪市满塘村一个吴氏家族。当地一个名叫吴娇乐的村民回忆，在爷爷堂兄弟吴谢亨那里，曾不止一次见过吴四亨的照片，人瘦瘦的，穿着军装，参军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在吴家的族谱上显示，吴四亨是1901年出生，上面还有3个哥哥。令人遗憾的是，他们都没有留下后代，这也就意味着无法通过 DNA 鉴定最终得到确认。不过，由于 DNA 数据的指向只有兰溪满塘镇这一个地方，再加上吴娇乐反馈的信息，路桥团员工作室的柯伟玉警官推断005就是吴四亨。相较于005、008号的寻找要显得曲折和困难。按照 DNA 数据比对指引的方向，008的籍贯锁定在路桥和温州乐清一带，与他血缘相近的有100多人，这些人都需要一一走访排除。大概有个50、60户人家，我们志愿者呢要每户人家去问，哎，你们上代人有没有出去抗战、当兵或者没回来的？然后进一步核实几年出去了什么什么的，让合适的我们继续接下来的再去问，再去出血，不合适的就一样一样的排除。首先找到的疑似家属是位于瑞安的孔姓家族，在他们家族的族谱上有一个名叫孔凡夫的人，上面写着出征师外4个字。通过比对，孔氏家族中没有一个人的 DNA 数据与008吻合。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24年的清明前夕，经过半年的排查，路桥一位名为上中求的老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经过走访了解，上中求的三叔名叫上明富，出生于1914年，在家排行老3，当年是替自己2哥从军，一直未归。我个三叔么是开始自己是各条去的，不是跟熬一条去。本来不是按照我的五兄开的，我的三叔光把就让伊开，伊要就勇敢的嘛个，他没发破个。因为我娘爸留下来的非常光华遗憾，对吧？这次确定之后呢，我都一定被带回家去。这次 DNA 比对没有出现意外，008就是上明富。几个月后，005号吴四亨和008号上明富的亲人来到慈利9人坟祭拜先辈。就是在这里取出来的，也还是在这里对对，你们就在这里祭拜一下。这个山上就是当前的站了，这是叫衙门关阻击战嘛。很多我们慈利乡的人他都根本都不知道慈利发生了这个抗日战争。我们发现了以后，就从那一年开始清明，我们然后每一年我们都在这里祭拜。1鞠躬，2鞠躬，3鞠躬。我的奶奶能讲，三兄弟里五个5手个样，今年就我外国走来吧，知道了，当那样个一定也这样。忘记我的三兄弟他个地方了，我都撑起了心里火气。一个母亲临终时的遗愿，一家3代人的寻找，我们找到的不只是上明富，而是一个儿子，一个家族最深的期盼。2024年9月，我们在慈利养能关修建的抗战纪念陵园竣工落成。这是一座盛满情谊的墓园。得知长眠慈利的是74军将士，数万浙江网友隔空接力，不到1天便为先辈筹集建园资金。湖南当地政府与志愿者同心协力，勘指平地，日夜赶工，终于让散落荒野的英烈有了安身之所。这里没有恢宏的建筑，没有奢华的装饰，唯有青山环抱，松柏常青，浙湘两地的拳拳深情，跨越千里的绵绵牵挂，这就是这座墓园最温暖的底色。养能关抗战陵园落成仪式举行的前一天，我们将在暂缩帐篷1年多的先辈请出。003 2袋，它是2袋装1个罐子，这个是 M009。
上林赋、吴四亨，连同九人坟的其余7具遗骸，还有我们在慈利其他战争遗址上收敛的7具遗骸，一同入土为安。尧邑81载前，常德会战，74军抗日进领，历次会战歼敌北然。172团率先截敌，1营将士屹立关前，将士用命铁洒山峦，恭送抗日神灵永垂不朽。郑家人本来计划来接三叔的遗骸回家，但葬礼前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本来我想把三叔接回家的啊，感到他们的老街友这么多人牺牲在一起，他在这里呢，我感觉蛮好的，也有祖籍，还有人来祭拜他，万古千秋的。警官柯伟立来了，他来向阵亡在湖南的浙江老乡敬礼。就是那个方向，是我们浙江的方向，是他们的故乡。是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感谢他们为我们这个民族做出了一个贡献和牺牲。千里之外的贵州荔波也来了一户人家。你老人家确定到时候让我们早日比对成功，把你带回贵州。他们的外公名叫欧有怀，牺牲在慈利阻击战中。多年来，家人一直在寻找，但一直没有找到。在小的时候，妈妈都说了，要我们一定找到我们的外公了。那么现在有16位战士在这里，我们希望我的外公在里面。他们在现场留下 DNA 信息，希望9人坟中有外公的遗骸。遗憾的是，最终没有比对成功。没想到，在几个月后的春节，这家人冒着大雪再次来到慈利9人坟。志愿者问欧家人，为什么明知道9人坟里没有欧有怀的遗骸，还要坚持去祭拜呢？他们说，外公是牺牲在慈利，我们不知道哪里可以祭拜，现在有这样一个地方，我们就想去。一鞠躬。上林赋和吴四亨的故事是一个关乎等待与重逢的答案，而欧家人的身影则是无数仍在等待中的家庭最真实的缩影。更多的名字仍在风雪中等待一场抵达。慈利亚门关9人坟是我们阴魂回家项目第一次通过 DNA 盲测成功寻亲的案例，让我们多年来的努力看到了曙光。2025年，我们与华大见证成立抗战遗骸 DNA 鉴定实验室。就在2026年第1个月，我们收到好消息，我们在湖南平江收敛到了367具阵亡将士遗骸中，有1例通过 DNA 比对成功寻亲。这些写着军人的墓碑都将找到父母为他们取的姓名，回到家人身旁，让无名者有名，让所有抗战未归的孩子回到家乡。请你们再等等我们，我们很快就会再回来，带你们回到家乡。我们找到了他的帽徽。我爸爸临终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爷爷。你咋了？要回家了。